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，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，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？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她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3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依手心意到了便可。
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了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梧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他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梧宫。君上一直把他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须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9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哼，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，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待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，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静，后着上神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，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
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。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四海八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2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得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2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，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一场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芊芊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，
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，他回青丘去处理。哦，那你心情无碍吧？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。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二字？就你那表妹，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，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，能管住她的，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。我都摔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们还不罚我下凡历劫吗？听说这个东西很值钱，我就摔它，这样总该可以罚我了吧？公主，公主，这个不能摔啊！若是摔坏了，就酿成大祸了。让他摔。太子殿下，三殿下。表哥，你就这么想见东华帝君？我都1个多月没有见到帝君了，我想见他，我也想陪他去历劫。凭什么那个青丘白凤九就可以陪着他，我就不可以？我明明也是公主啊，我还是你太子夜华的表妹。你是不是不惜一切都要去见他？对，不惜一切。那你就摔吧，摔完我罚你下凡历劫20年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不是让你来劝这小丫头的吗？你怎么就让她摔了呢？明明知道是求之不得，却还不惜一切要去试的人，这天下能有几个？我为何不成全他？今天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怪里怪气的。三叔，我真的要下凡历劫了！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快别耽搁了，赶紧去找你那位求之不得的东华帝君吧。好嘞。夫君，你怎么又将这几盆灯拿出来了？你当初不是说这灯一直燃着，娘亲就会回来吗？如今娘亲已经回来了，这灯还有什么用吗？夫君得将这灯送到一个地方，有人等着用的。那夫君快去快去，要用灯的人一定等得很着急。夫君送完灯能去找娘亲吗？阿丽，你的娘亲是青丘女帝，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可能日日陪你在天上。阿丽明白，只是阿丽好想念娘亲。东南西北4海的水军，我印象最淡的便是这西海水军。当初与大师兄闲聊时，他说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，近2代的西海水军都为人十分低调，才令得西海一族在4海8荒都没有存在感。唉，就是这么一位低调多年的西海水军，却为他大儿子做了一件很不低调的事情。他儿子不是已经病了600年了吗？儿子病了，请人来医就是了，能做什么？这600年前，西海水军
为了治他儿子，四处张榜告知。水军，小仙告罪。海将军，水军，马上派人张贴告示，告诉天下人，有谁能治好小儿之病，本军有重重赏赐。是。大皇子，快点，迅速将榜文昭告四海八荒。你为何要凑这个热闹？就在前些日子，你四哥偶然间听到你大师兄提起这件事情，自然就想到了我，要我去帮一帮他。难怪这四哥看在大师兄的面子上找到了你。你以为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出来呢？冥冥之中，也算是大师兄帮着师傅找到了你。若不是你，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师傅的魂魄？冥冥中自有注定。若要墨渊的身子骨恢复得顺遂，那蝶雍的身子必须好好照料。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了。这本就是我该做的，谈何辛苦？上神走时说要带位仙使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这位仙使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。那就有劳仙使了。好说好说。二位请。二位上神。前面就是小儿所住的福音殿了。不妥。仙使，什么不妥？莫非对小儿的病有什么？回水君，小仙只是想到一件事情，非常紧急。啊，但说无妨。是这样的，小仙方才想到，调养之事需要十分的清静，可否方便水君立个规矩，从明日起，包括水君本人，不要靠近这里。好，夫人，你先回宫，我独自带二位上神入殿就行了。二位请。怎么了？我怕碰见大师兄。西海水君，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？哦，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，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，这2天恐怕回不来。二位请。回不来，哪怕他回来了，如今墨渊都要醒了，害怕碰见你大师兄啊。再说吧。请。你
你眼下定是想急着见到某人，但又害怕见。去吧，你都等了7万年了。仙师，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蝶雍。蝶雍，立在你面前的这位锐气千条的仙师，便正是折颜上神座下守五区一指的弟子。今后，你的几百年不遇的顽疾，便全权仰仗这位仙师来打理了。多谢仙师。这脉象，不虚不实，不缓不红，不浮不沉。正如折颜所说，再正经不过的脉象。仙师，小儿的病……有劳水君去殿外面等等我，我等一下要使用仙法，探究一下大皇子的病根。这仙法需要清静。是。师父，之前就听折颜说过，师父您在这。徒儿终于找到您了，徒儿来晚了，师父。哭什么呀？难不成我这病没治了吗？就算没治了，你也用不着伤心的哭啊。别哭了，医不好我不怪你就是了。我是喜极而泣。你这人，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，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却很开心呢。也没有多开心。大皇子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折颜说的没错，若仅靠着蝶雍这副不大健壮的身子骨，师父少不得需要调养7、8千年才能真正醒过来。不过，若能借得天族的劫魄灯一用，再将我身上这14万年的修为渡他一半，便能助师父早日醒来。看来，还是要回一趟九重天，亲自见见天君了。折颜上神呢？折颜上神说有些要紧事要处理，
让仙使先留在西海，明日便回来。那你们水军呢？方才有贵客至，水军前去大殿迎接贵客了。若是些微小事，仙使尽管吩咐婢子们就是。那去迎客大殿，带我去见你们水军吧。其他人留下照顾大皇子吧。是。仙使，请随我来。 仙使，请。阿丽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她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她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？ 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？四海八荒，身在何方？岁月该如何安放？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？这30有多长？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。就是你为九墨云留下的吧？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？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 白起，你的心里面可有半点我的位置？你等了他7万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的心中当然没有别人的位置。 是我妄想了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可是我师父。我师父回不回来，与你有何干系？而且师父的事情，仅有我、四哥还有折颜知道。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 是折颜告诉我的。我还知道，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，需要解破灯。告诉我，你拿了解破灯之后，还准备要做什么？去营中拿神之草。 然后将自己的修为炼成丹药，给蝶用服下。不出3个月，我师父便能醒过来了。你疯了！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，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取到那神之草。我知道。 看守神之草的4头凶兽异常凶狠。当年，就算是我阿爹去，也弄得伤痕累累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去吗？我当然要去啊！为了他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 夜华，你此番来得正好，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。我们那纸婚约，不如就此废了吧。
我早就听说，天君会传位给你。我也知道，继任天帝天后，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、9道天雷的大业。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，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，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。其实当初，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，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，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。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，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。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，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。我明白了。今夜你来我房中一趟吧。解破藤不在天宫，在我手上。原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。可是我欠了你多少，你又欠了我多少？怕是早已乱成一团，理不清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四哥，你来找大师兄喝酒的？我此前虽喜好与你大师兄喝酒，不过此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妹妹的。有劳四哥费心了。我原本就是过来看一看你，不过眼下这么瞧着，你这伤倒是好了，但是你的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？煞白煞白的，莫非是墨渊回来了？你不开心吗？啊？我挺开心的，我哪儿不开心啊？那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？兴许是因为方才我用了法术，一时没缓过来。好了，同你说吧。不过，是因为团子同夜华生了一场嫌气。之前团子在我那里喝了2口果酒，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，他醉了7、8个时辰都没醒过来。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，夜华看到了就同我生气了，还说我没把团子当成亲儿子来照顾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说了些重话。我让他去找他的侧妃照看他儿子，别再来找我。那阿离才多大一个娃娃呀？你给他喂了那么些酒，醉了7、8个时辰都没醒过来，也不派个人报夜华一声。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，也不知了去向。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，那委实也是个人才。按照你的性子，往常这种事也就当个笑话罢了。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，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，卯足了劲儿刺激他。你这么反常的行为，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不可能。不过，我上9重天这2日，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。看见那素锦侧妃全身都不对劲，也受不了夜华他说了我2句。莫非我真的是吃醋了，还醋了这么久？你果然是吃醋了。不，
不会吧？我整整大了他9万岁，如果动作快点，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。我还想着帮他纳几房貌美的侧妃呢。四哥，若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，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，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？什么？他竟然向你表白了？好，能一眼看中我带大的人，这小子颇有眼力。啊，说到年龄问题，我们阿爹也大了阿娘15000多岁，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。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。说到娶侧妃这个事儿吧，从前哲言心心念念的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，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。他应该是觉得这四海八荒没有哪个女神仙配得上我。你呀，天生就是少根筋的，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。我问你啊，他若走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呢？夜华初来青丘的时候，确实是不习惯的，但想着，反正日后要同他成婚，都要住在一处，所以便随着他去了。白天的时候，他拉着我散步；他批公文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嗑瓜子；晚上再陪他下2盘棋。我想着，反正日后成婚，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，也就渐渐习惯了。不过方才你这样一问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夜华来青丘之前，我到底是怎么过的啊？今日看来啊，你10有8九是瞧上夜华了。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，夜华他既然当时立下了誓约，若日后他不遵守的话，哼，那这样看来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四哥，你放心什么呀？那他真的违背誓言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说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，那我白潜这14万余年，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？竟会对这个比我小9万岁，等闲该叫我一声老祖宗的小子默默动心。昨日团子醉酒时，奈奈还说，这小殿下的酒量正是随了他的父君，十分的浅。1、2、3、4、5，5个酒坛子，酒量并不算浅。你是来拿解剖灯的？随我来。解剖灯在此。你把这灯放在蝶蛹床头3日，墨渊的魂魄便能结好。千万记得，这3日里，灯火不能熄灭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，必须亲自点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细心照顾的。是我多虑了。照顾墨渊，你一定会尽心尽责。
这灯上有凡人的气息。这灯我用过。我记得奈奈曾跟我说过，你想用这劫魄灯做一副团子他娘的骨肉之躯。那这灯，我便收下了。我知道，这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，你就这样轻易地给了我，可有什么不妥吗？本来这次来借劫魄灯之前，我还想着，借了这灯，青丘和天族的债就算是一笔勾销，两不相欠了。但你这么轻易的就把灯给了我很感动。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应该要回报你才是。你需要什么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你。我没什么想要的。你真没什么想要的？那我便先回去了。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。你想要我？当我没说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夜华，这难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？我对夜华的心思已经龌龊到了这个地步了。我的衣服呢？我嫌麻烦，用法术变走了。你是要和我一起？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今夜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完完整整的拥有你，哪怕你的心里只有墨月。怎么还没睡？以前总听四哥说起你的威名，说只要有你的战士，没有不所向披靡的。怎么与鲛人族那一战，你却差点灰飞烟灭啊？若不是我故意放水，区区鲛人族如何能伤得了我？为何要故意放水？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，唯独羡慕我二叔。他和绍兴私奔的事，你可曾听过？他和绍兴私奔的事情，你忘了？我可是当事人之一。二叔求人得人，虽然过程坎坷，
但是结果最终圆满。天君虽宠爱他，却从未立他为太子。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，他脱身倒也脱得洒脱。那你呢？我虽是太子，所幸我爱上的正是请求的白浅上神。浅浅，若有一天有人夺走了你的眼睛，你可会原谅他吗？这天上地下，有谁敢夺走我的眼睛？若那个人是我呢？是你。你要真是拿走我的眼睛，我跟你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那解破灯，你要记得，3日不灭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，必须亲自盯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，放心吧。好好睡吧。我走后，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竹林。好。你觉得孤单，便对着镜子叫我的名字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离开这里。好。为何这个凡人跟我长得如此相像？烟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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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烟花！今日怎么了？总做些奇怪的梦。这不是我自己的寝殿吗？夜华送我回来的。既然我同夜华两情相悦了，婚自然是不能退的。仙使，太子殿下可醒了？回仙使，太子殿下已回天宫了。他还真是政务繁忙，有交代何时回来吗？并没有交代。姑姑，凤九回来了。我的小九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帝君的救命之恩可报了？报是报了，但还没还上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看来我们家小丫头这次真是受伤了。伤到哪儿了？是不是伤在这儿？姑姑，你都知道。好了，不哭了。
那神之草，确实是不该留存于世的东西。孙儿愿去将神之草一概全毁。夜华，即便不会被毁掉，也无人能轻易得到。你何必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呢？有些东西留在这世上多一日，便是多一日的隐患。说得有道理。夜华，本君这几年的经历也大不如从前了，准备将天地之位传给你，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如果这一次你能力战4大凶兽，行，本君就准你去毁了那神之草，永除后患。谢天君恩准。你去天界，去点兵3万。孙儿想独自前去。你要独自一个人去？是。孙儿想悄然行事，以免事情外传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毕竟神之草是邪物，或许有很多人在暗中觊觎。可那4大凶兽，你能应付得了？孙儿将来要登天君的位，如果连区区4头凶兽都应付不了，如何能让四海八荒的群仙信服？孙儿只需3日，便能全身而退。好，就3日。本君等你的好消息。是。仙使，司音，她是女人，怎会是我的17师弟？莫非是玄女？说，你为何会在我西海？大师兄，我是17啊。你真的是17？你是我的17师弟。当年17顽劣，擅自带走师父仙体，无颜再面对各位师兄。师弟，你让师兄们好好找。7万年了，大师兄终于将你找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你为何要装作女人？宫中人说，这里住着遮颜派来的仙使，不会就是你？这7万年了，你一直住在石里桃里。17本就是女儿身，当初为了拜师昆仑虚，才化作男人的。什么？17本是胡地白纸妖女白浅，瞒了各位师兄还有师父，是我的错。你真的是女人？当真？你呀你呀，就骗了我们这么久。青丘白浅，青丘白浅，难怪几百年前都说擎苍再一次破钟而出，是青丘白浅再次将它封印，换回四海八荒又一次太平。难怪，也就只有我们昆仑虚的人能做到。好，做得好。17，我先问你，师父的仙身在何处？你可知道，前日昆仑虚龙旗大震，是师父要回来的征兆。昆仑虚也有征兆了。莫非你也知道师父要回来了？17知道。
夜华说，只要守着这劫破灯，不眠3日，师父就能醒过来。师父元神，当真在大哥体内？我用追魂术探查过，千真万确。难怪大哥病了600年，却查不出病因。原来一直在守护师父的元神。那师父元神聚集之后呢？折颜说，他自有办法。姑姑，我进了他们的膳房，给姑姑做了一些小菜，快来尝尝。我们家小九真是好，尤其是这一手厨艺。你不在那1个月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我爹娘总说把我留在青丘，让姑姑照顾我照顾的辛苦，这样看来，分明是我照顾姑姑照顾的辛苦。就是这个味儿。我听米谷说，我不在的这些时候，都是太子殿下做饭给姑姑吃的。这段时间，他的确辛苦了。姑姑，你脸红了？没大没小，拿我开玩笑是不是？姑姑，你动情了。凤九来给姑姑倒酒，庆祝姑姑终于铁树开花有心上人了，而且啊，这个心上人还是姑姑未来的夫婿，真的是圆满啊！恭喜归恭喜，但这酒我就不喝了。为什么？姑姑不是心情好、心情不好都可以喝酒的吗？再说了，都已经找到魔元上神的元神了，这酒啊，自然是要喝的。因为我要不眠不休地看着这劫破灯3日，所以我不能喝酒。这个劫破灯，我当初拿来就是为了给墨渊上神用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还真的用上了。姑姑是怎么得来的呀？是夜华亲自送来的。太子殿下亲自送过来的。不错。看来太子肯拿出这个灯，想必也是放下素素了，应该会对姑姑好的吧？怎么了，小九？我就是在想，这个劫破灯真的有那么大的用处吗？你可别小看这个灯，你看，如今我不就是用它来恢复师父的元神吗？也对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宫里桂花开的时节，阿离每这个时候都会身上起疹子，务必用秋葵煮水擦身，才能缓和症状。太子殿下每年都叮嘱，奈奈不会忘记的。下去吧。君上，那4大凶兽修为深厚，君上为何不奏请天君带兵前去？本君不想惊动太多人。那就请君上恩准，让我一起去东海瀛洲。虽然臣不及君上的修为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也可以挡一挡那4头猛兽的威力。以你的修为，就算去了，对本君也没有任何注意。本君此行，对神之草是志在必得。若我3日不能回来，你们千万记得，绝不能让任何人靠近瀛洲，尤其是青丘的白浅上神。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。